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简单好吃又营养的素南瓜盒子。现在也是秋天啊，多吃点南瓜对身体也好。平时可能就蒸一蒸直接吃了，吃上几次就乏味了，所以今天就换了一种吃法，把南瓜简简单单的调成馅儿，做成酥皮的菜盒子，好吃又营养。首先把面发上，是准备750克的中筋面粉，加入7克的酵母粉，简单的搅拌一下之后，再加入520克的水，就是70%的水。做饼类放的水会多一点，和面的时候会有点粘手，但是做起来比较简单，只需要把面团简单的揉一揉，看着和面盆中没有干面粉了就行，哪怕面团比较粗糙也没有关系，像视频里这样就可以直接盖起来醒发了。那趁着醒发的时间，就来调上一道简单好吃营养的南瓜馅儿，是准备500克的南瓜，就是去掉皮去掉瓤之后的南瓜肉500克。不过南瓜的品种得有10几种，就用在菜市场最常见的那种稍微大一点的南瓜，学名应该叫蜜本南瓜或者是磨盘南瓜，都是比较便宜又好吃的品种。那南瓜擦成丝之后，就先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再煮上一点粉条，这些大概有150克，用的是地瓜粉条，稍微有一点粗，是热水下锅得煮3到4分钟。不过不同的粉条煮的时间不一样，那别管是用什么样的啊，只要煮到用手一捏就碎了就行，但也不能煮太长时间，不然就都煮烂了。粉条煮好捞出，再炒上5个鸡蛋。炒鸡蛋的时候啊，可以多放点油，因为后面调馅的时候还要放油，这样炒鸡蛋的时候多放点，后面调馅的时候就可以少放点。不但炒鸡蛋的时候不粘锅，而且调出来的馅儿会更香。倒入蛋液之后，就直接打散炒成鸡蛋碎。鸡蛋炒好之后就不用盛出来了，直接放在锅中放凉。最后就再切上一点葱花和姜末，这个就根据自己的口味随便准备一点，大概就准备上60克的葱花，30克的姜末就够了。那到这里所有需要处理的材料就全部弄完了。接下来就是调馅了，但是不着急，需要等面团醒发的差不多的时候再调，不然提前调好了馅料就会出水。但可以先把刚才煮好的粉条切一下，不需要切得太碎，简单切几下就行。切好之后就和刚才的南瓜放在一起，然后等面团醒发的差不多了再继续。现在的天气啊稍微凉了一点，家里也就20多度吧。刚才和面啊就是用的家里常温的水，这样大概得醒发50分钟左右，所以等面团醒发到40分钟的时候，再把刚才处理好的所有的材料都混在一起。那接下来就再加入少许的鸡精，鸡精其实加不加都行。盐的话就加15克，油的话就再加上30克，因为刚才炒鸡蛋的时候啊已经放了大约有50克，所以再加30克就够了。接着就把馅料调拌均匀，这种素馅不需要太复杂，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已经很好吃了。不过有一点是需要注意的啊，就是做素馅通常是需要掐一下菜里的水分的，视频中是没有掐的。首先是感觉这个品种的南瓜还是比较干的，虽然后面做的时候也会出水，但不是很多，而且老爷子做的比较快，所以就没有掐水，这样还能更好的保留南瓜里的营养。如果做的比较慢，或者是感觉用的南瓜比较湿，尽量还是掐一下南瓜里的水分。那馅料调拌好了之后就不要等了，立马来制作。先在案板上和手上多抹点油防粘，面团是醒发到体积翻倍取出来，也不需要再揉了，直接分成20个面剂子。准备的馅料也是做20个的量。面剂子分好之后就直接包馅儿，面团比较软，水平好的就多包点，不是很熟练的就少包点，少包一点，和面的时候啊可以多和一点，不然馅料就剩下了。馅儿包好之后刷上油，立马就放在电饼铛里去烙。
电饼铛需要提前先预热上，买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电饼铛最好。如果是小的电饼铛，就把饼做的稍微小一点。电饼铛里多放一点油，用中大火吧，大概烙10分钟左右，烙至两面上色就做好了。中途记得翻翻面。如果是馅儿放的比较少，皮子厚，就再多烙上2分钟。这种菜饼啊，就是现做现吃，如果放凉了就不好吃了。南瓜也没有掐水，时间长了，里面的汤汁也容易流出来。准备的这些材料是可以做20个的，到时候就根据自己的情况，比如我只想做5个，那就所有的材料准备1/4就行。那到这里，这道简单好吃又营养的南瓜菜盒子就做好了。好了，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，视频下方的备注栏或留言区有文字版的配料，有问题可以在留言区留言。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，记得帮忙关注点个赞，谢谢大家。那今天的这期美食到这里也就结束了，也祝大家生活愉快。